正式一员成功入班，开始了跑组考核。OK， 怎么不亲进去呢？对我的渴望，我挺害怕的。就使脑筋，就一直这样演，都没有配合，呈现的效果不好。本周跑组继续，艺人们能否获得心仪角色？今天我们最重要的讨论是，明天5个角色比较重的，大少奶、二少奶、三少奶，然后就是二少爷，然后还有一个他表弟。对，这5个角色，对，所以这次我们尝试是用长剧的方法去拍短剧，会不会带来一点新鲜感呢？所以我觉得还是用演长剧的人去演重要一点点的角色。今天的表现来讲，你们觉得？其实我觉得余音还是不错的，就是挺灵气、挺聪明的。对，把余音放在老三，老三戏也挺多的。然后老二呢，就今天的表现好像。可音还可以，还可以，蛮好的，对，他蛮成熟的，今天表现我觉得很好。老大就难了，因为老大呢，就年龄上可能是谢依霖是对，但是谢依霖喜感太重了，不适合去演那个。如果王可可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就明天化妆师把它成熟一点吧。就他是没问题的。然后呢，耀祖就是哈维，那个还有点那种公子气的。对，反正我就只能在那2个里面去选。就是姚冠宇和吴天豪，他们2个谁适合演表？今天的表现好像姚冠宇出来的感觉好像比较像那个，可以，这几个都挺帅的。对，是的。我们先定了这些。那好吗？先跟他们说，我们已经定了。打底贴近肤色，然后头发稍微自然就好，自然的麻烦。对。他炒六，我不是药神呢，电影我是看过的，徐峥老师演得很好。怎么搞成这样子？如果是我是女性的话，可能还是稍微要再精致一点，稍微精致一点。因为那个角色确实是可以男性演、女性演，他的故事的情节都是 OK 存在的。是不是这个有点气场一点？我儿子还小，郑成林跑了之后，生理上的一些反应什么的，那种是根本你演不出来的。所以我当时只能通过不吃饭不喝水，一晚上不睡觉，这么一个相对极端一些的方式去塑造这个人物。我听说王传君演这个好像2天还是3天没睡觉，咱一晚上不睡觉行吗？咱明天还得跑组呢。儿子没事好着，我前面这病态都不用模仿，往那一站就像。我儿子还小，我要在这边继续拖着。怎么会这么哑呢？就睡了1个半小时，但是也正好我查了，白血病人的症状就会有嗓子哑。舒儿，怎么样？你是怎么说？争取一下？是，不管大小，先混上去再说。行。一开始我去了现场，其实我是没有角色的，然后我就发现，他这场戏里后边有一个配角，有个护士。哎，这个护士是不是没定的？啊，对，没定。是第6场，一个护士。哎，我觉得这个角色我可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有可能去争取一个小角色的。那肯定是能抢就抢呗，只要有就行啊。有没有老爷爷老奶奶的那种衣服啊？在这里。第一是我想有更多的镜头，然后让大家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我，然后其次呢，也想为我们队多加分嘛，就给我画老一点了。好的。有点感觉了，感觉我老了就是这个样。现在是什么意思啊？现在是什么意思呀？是随便自己挑自己的角色？是你自己想争取一下，构造一个角色。我那上哪构造一个？在这里加一个。硬加进去。你要不演老奶奶，我演老爷爷。老奶奶有什么衣服啊？那还有，你这挺像老奶奶的，你不像老头。我只剩里边这个不就是老爷爷了吗？
完了，肯定争取不过，因为我不是药神，这边本来就没有符合我年龄的角色，还有这么多人来抢一个角色，天哪啊！我刚刚看了，思慧跟洪小燕是同分的，对，同分的，所以就争取上一个就都无所谓，所以我觉得你压力不用太大。明白，明白。那我毕竟那的确是前辈嘛，也本来就是你身为前辈，那有些事情就是该挡在前面的。你备选是啥？小青。我备选就是那个张长林嘛。行，不要想太多。你剧本看透了吗 ？OK， 有纸质的吗？你在哪儿拿的？要到了，来。谢谢，谢谢。好的，这么快。来，我们来第一组演员先来，那个振宇哥去院长来。对一次看，走，快对一次吧。3、2、1，开始。头发剪得挺精神啊，胆子挺大的啊，你敢自杀了？吃个橘子吧。怎么会搞成这样子？没药了，就这样了。我担心他们母子之后没保障。老师，我注意力啊，我注意力分散出去了。为什么？我就是有点，就突然集中不了注意力。因为一来拍最后一场戏啊，你们2个熟吗？应该是熟的，就很熟啊。我们一来要试试，哎，就上没有什么的，哎，就走开啊，自杀呀，理不理解？理解，但是我一开始选择不去碰触他，是因为在病的状况下，因为尤其他自杀了，你不知道你的碰触会不会给他身体再带来更多的疼痛。那你不碰他，你这样呢？是应该有一个动机，说我想要接触，但是我最后没有。啊，来，好，来，我们准备开始了。开始。还不放松啊？紧的那么紧干嘛？什么？叫他干嘛？那朱孝天一来就演就反应很多反应。你看到演的这朱孝天没声音了嘛，演不出。你看就没东西了嘛。那戏员那么演，他有死板嘛，那个眼睛还是太有力了。等一下，为什么你会叫醒他呢？朱孝天。为什么这样叫他？熟吗？不是，不要叫他。戏不是在这里，你一叫他就没戏了。我其实后来意识到身体有点紧了，算了，不同意。所有设计就是没用的，没有用的设计。你不相信你的那里面有没有？你不相信，你不相信，就坐的位置不对，啥都不对。朱孝天，哎呀，我不想示范给你们看，但就是那样。我不足是因为我太久没有拍了，然后再来是我的以前同质化的一些角色，造成我一些刻板的一些印象、刻板的一些动作、刻板的一些想法。来，我们来换下一组人，来备，开始。怎么搞的？对，他开始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刘璇有一些有变化，头发剪得挺漂亮的。别整，别抖，放松。快把我爸妈都吃过。有心，没有表情叫心，
眼睛，感觉。他是一个脑子里会有画面，然后给你一些很不一样的点。还有一个那个吕受益呢。哎，找那个，张伦硕过来吧。张伦硕，哦。对一下稿，跟他，你先演那个徐峥那个试试。老师让我有机会去试这个200分的角色，我抓住了，我就是200分。那也不能用自杀来解决问题啊。这个不行啊，这个老外。反应啊，反应，对，很好。头发剪得蛮漂亮的。女儿的，两个说过的保证了没有？我最后只能留下一屁股债。真好，姜不错呀，没想到呀。还是流传可以调，不然我调朱少天，我觉得调流传比较好调。好，盖，好，就是刘传演那个陈勇，信号站演病人。哎，对，就这样，别纠结。好，你还是回去另外一个好，就这样。没事，哥。我说没事，哥，反正是那个小新拿到角色了。我们现在至少有100，有100。我就后来我发现我身上的不足就是我太想演了，太想表现了，就往往不是这样的，而是真听真看真反应。哎呀，最后总结一点呢，美呀，还是猴好演呢。这样，你看我戴着面具，是不是咋玩咋是？是不是？但哥，那也是你努力得出来才有那个。你说别人整这，你不得把这摘下来吗？你早晚得把这摘下来。摘这个很难的，把疼那么难。我也没摘下来。怎么办？咱俩演不是，咱俩定了啊，没事，不用紧张，咱俩就按照你刚刚那个。但是刘传，你的服装要不要？我就是想看您看一下我那个要换一下。你就保留情绪，你就别再走来走去了。好，您成功了。好，谢了。好，你已经成功了啊！你就别烦了，你就保留情绪。好。事情成功了，好像。耶。这事情成功了，有点懵，还是挺开心的。看来看来不睡觉还是有用的。我都不知道在干嘛，这演啥呢？姐，我演的这角色，我觉得其实挺真实的。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朋友，他前几年生病了，看病花了很多的钱，家里都快撑不住了。我懂这个感觉，因为我家里的人呢，之前也担心，尤其是老人，总害怕自己哪一天会拖累家庭。是，你看又担心病，然后又要担心钱。那其实除了担心啊，还有其他的方法。蚂蚁保上的好医保医疗险呢，就能覆盖大部分住院看病的费用。先进的医药呢，也能放心使用，让看病少一些顾虑。其实，在手机上也能选，非常的方便。是，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能保证不生病，但提前准备对自己、对家人都是一种负责。蚂蚁保让普通人也有底气面对生活的小考。没错，那我们一起演好这场戏。如果能让更多的人认识这些呢，那就是我们的成功喽！加油了！加油！啊，没跑。稳住，哥！现在我主要是我没有看回看，我自己看完回看我都崩溃，我在里边像个侠客。你看到什么？看到很惊讶，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 James Bond， 你就是去 James Bond， 噔，太难受了，我也很难受，我看着，对吗？特别难受，我特别难受。没有，他这种角色，他不能特别帅。我其实一点都不上镜，在镜头里边挺丑的，马脸。
那你说这话就没有意思了。不是你，咱俩就绕不了了。不是，我知道我这个感觉就是，我钟爱的女神来跟我吃饭，我到那儿我发现我吃完饭我没带钱包，那种尴尬你懂吗？还不如不来呢。我明白。本节目由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百威黑金很浓很顺，邀您观看无限超越班。吕受益妻子是谁呀？是找了几个人，因为昨天晚上没有确认他们的人选，所以他们现在过来要抢这个角色。饰演吕七的快点出发现场。去。来了。你干嘛了？我试一下吕七。不是，你就去试那个少女嘛。啊？没事，那我先在这吧。我都想试一试，没有人了，就直接是他了吧？直接是他 ，OK 啊？对啊 ，OK， 直接是他，不用试了，你去搞啦。OK，搞那个叛逆少女在试镜嘛。好，就直接是他了，搞定。吴老师，什么？我想演这个护士。我懂，还没到护士。咱们仨好像那个。我们三个龙套组嘛，一个老头，一个小男护士，咱们仨都能一台戏了。他是你爷爷，我之前就护工。我要出去看看外面的空气。虽然说我们团队可能说是，你像有我和黄硕，我们两个比较小，然后呢，就是演戏经验不太足嘛，可能不一定有什么角色。那万一在现场碰到了一些跑龙套的呀这种啊，我还可以获得这样的角色，也可以为我们组加分。我俩现在真成横漂了，胡漂了。这是啥地儿啊？这看着不像正经地儿啊！我电话就搁这里待着吧。咱们组就剩他俩了，咱俩看有什么能上蹦的。好，那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等着。什么都别想，这个不行干那个，那个不行干那个，啥都不行，算你命不好。对，就别管了。你再演演，再试试黄毛，你也行，哥。黄毛，对。怎么还不行了呢？我一会儿试试老吕的妻子。老吕妻子已经完事了，选完了。得调整一下头发，一会儿就开拍了，定我了那个妻子。这，我争取到了一个角色。然后有路人戏，咱也演个路人。就他们在现在不是在门口有一场戏嘛，然后有路人在走的嘛，在这门口呢，那肯定得有路人啊。哎，我怎么有一股大碴子味儿了？别闹了，不能学你的东北腔了。老师啊，这外面需不需要路人呢？我们去当个路人吧。一会儿得需要吧？好的。开场，但这儿不行，这儿不行。好的。这个位置不行。慢慢上。门打开有点契机吗？安排了有一个人出去啊，对呀，要不然太刻意。谁出去？一个护士，男护士，让钟美换成。拿钟美美换护士衣。对呀。你也一个没演呢。快，终于演护士了，快啊！抢到了，终于让演了。哎呀，刚才我也想说我去演个男护士吧，没说后悔了吧？快有背景板当了啊！现在需要有背景板，那我去。去啊，就在那坐着，背景板在这儿。那背景板那里也可以去做。我的妈呀，那我适合吗？我这一身。黄硕，你去问。然后你看他俩往过走的时候，你就往这里看。视线来，亚球。
因为当时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新人的演员嘛，还在一个学习阶段嘛，然后我就一直上前，比如说想加一个什么角色啊，我觉得不太好，所以说我就没上前，就一直在边上学习和观察。来，2床病人清创了，家属都出去吧。挺好，过了。可以。我们动了好几次手术，已经快没钱了。他不想治了。哦，这个好。割腕了。好，这个好，这个好。过了，来转场，转场。对呀，这样拍很好。你看画面又好看，情绪又到，谢谢老师。吴老师夸我了，我太开心了呀！我想这回稳了，很有成就感，会觉得哇，原来我也能做一个演员，还是很幸福的。蓉姐，老李还好吗？他不太好。我们动了好几次手术，已经快没钱了。他不想治了，割腕了。幸亏发现的及时。头发剪得蛮漂亮的。你这小子胆子够大了，敢自杀了？17岁了，怎么搞成这样子的？我没了，就这样了。这周年跑了以后，药断了，正版的药一粒就要花我好几天的积蓄，手术、化疗，几乎掏空了我父母的家底。自杀有用吗？解决问题吗？我也不想死，我也想跟你一样，想跟你一样有钱花，更有命花。我就是想安稳的过日子，但我这个病就是个无底洞。我孩子还小，我再这么耗着，最后钱没了，人也没了，最后他们娘俩连个保障都没有。还2床病人住方了，家属都出去了。姐，我求求你快帮帮他，我孩子太小了，他又没有爸爸。
喂，刘牧师，陪我去趟印度，帮老吕搞药去。你怎么样？拍完？刚拍完。来，我跟你讲个事，是这样子，我这边现在卷起来了，就是我这个角色来抢的人已经太多了。哎，啸天，你演什么角色？刘牧师？什么都没有，就是目前没有。我那个张长林，我还没试呢。哦，我为什么看着就像咬你的？直接拉掉我的200分。行，别我拉了他的200分。你还是走吧。我对你有成见了吗？强大的恨意。加油！不想看到你遮住脸说话。加油！你们主啸天加油！好了，我们要商量对策。你们去商量吧。演完吕受益这个角色，感觉怎么样呢？演吕受益对我来说挺难的，我一直在找他那种被疾病压着的那个状态，尤其是他说程勇有钱花还得有命花，演他也让我感受到了，就是一个重病真的能压垮一个家庭，所以提前做好保障很重要。就像蚂蚁保上的好医保医疗险，能解决看病时的经济负担，对普通人真的是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健健康康，人生每一幕都有蚂蚁保守护。写的这个是什么？角色的一些东西，主要时间太赶，有一种没有时间做功课的那种感觉。哦，还要吗？我已经写在了这个上，我这个本儿是我的宝藏本儿。拿到了男主角的这个角色，就还挺开心的。而且短剧剧组在我们真诚组这儿，其实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你觉不觉得就时间超赶，完全没有任何时间就去整明白咋回事的那种感觉啊？我们平时都这样。你知道我巨无力，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我还什么都没搞清楚，没有时间去搞清楚。这都是哪儿啊？老师你好，那个我是演员吴天豪，我想问一下，我能够争取一下，就是能不能拿到我们荣耀组的一个剧本啊？剧本，我们这边剧本已经拿完了。那我可以拍一个照吗？可以。啊，这个你看。好，谢谢。拿到剧本之后，我跟你说，妆造老师那里时刻都有每一个角色需要的妆造和通告。姐姐你人美心善，这个谢谢谢谢。要不我直接拍一下，我看可以看一下他的人物小传。哇塞，这么复杂，还有马世宏，所以一定要提前过去偷。我发现大家都没有想到，有一些小聪明在身上了。马家三少，哎，我发现了有个新的人物哎，在这里头，马耀宗又是谁？他每个角色都长得一模一样的名字。林子，我发现了好多角色啊。对啊。你还有你的老公。对。对吧？还有你的老公。诶。嫂，你也来争取角色了吗？对，我来争取角色。哥哥，你的词儿背完了吗？差不多吧。担心别人会抢你的角色，你做好准备。那今天就是一个手累的一个。对，一定要为我们这一组争取分数啊！我觉得我今天可以一套衣服拍2个角色了，因为叶采薇也是这样子的嘛。然后那一边院长的话也是一个女强人，所以2个其实形象还是蛮像的。哎，你是什么角色？没角色，晃来晃去。我过来争取叶采薇，我就直接说我是叶采薇本薇，我是一定不会出错的。我们这些一出生就是凤凰的人才是凤凰哦。如果你演叶采薇会很好看。我原本想说，那我比较适合年纪上啊，配合上适合的看看的位置可能是叶采薇。后来熊黛林采薇本人来了，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们就
把采薇推荐给那个志伟哥。我想过来争取一下叶采薇这个角色。他是叶采薇本薇，他本人。但是演本人我觉得比较难。本来这一部戏是里面叶采薇这个角色是我演的。对呀，你还演那个，就变得就没有特色了吗？换一种方法。我想你就演一个角色，只有一场戏，就是你律师。Chelsea， 很开心。对于我来说，有机会就是已经很开心了，而且是能给自己的组做一点贡献嘛。你不能说我没有主角就不做，那你就真的是零蛋了。我希望你演什么呢？是通天临时演员，每一场戏都看到你们在后面。又是佣人，又是服务员，又是什么不同造型。好，我行。我今天都完全没有，我就随便百变的。对呀。你去把5集的临时演员有的你自己去找。好，没问题。啊？梁汉文就做爸爸，就是那个马耀祖的爸爸。对。我很开心，我刚好过去那边看看有没有其他机会去争取一下角色。你演大哥，我演大哥，你演大哥。哎呦，我老师，我看到还有个3少爷的角色。3少没人是吧？他不是主角，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人。3少没人，你来做呗。耶，厉害，这么争取到。就是稍微显多一点就行了，年龄大一点的人物。我在家我就演阿姨，我就一直在家演阿姨，百变的一个串场。我发现短剧很少晃过去的人，长剧很容易有那种插过去晃过去，因为它太横幅嘛。短剧就这么小，只要一个人过去就会很明显。所以我后来发现，你很难在短剧里面蹭一些路人甲的位置。好，我准备好了，王姐。啊，对。马家服务30余年。这是哪位演员老师？Hello。老师好。老师好。哎，老师，您是在这个荣耀里饰演，你是耀堂。那你是谁？完了。我要去我。这修罗场，你这是干啥？哎，就是刚刚我一准备换衣服换3少，我发现已经有一个演员了。是啊。啊。谁呀？就那位老师。那你就做其他的吧。角色。OK。好，谢谢老师。我来看一下，你就演你的，没关系。我再看。那我头发是不是要改一下？怎么样？你现在想什么？就是家里的小厮。刚刚看修罗场了，他跑过来很兴奋问我说他要演马耀堂，然后过去有个老师坐在那儿，2个马耀堂就对上了，到底不知道谁演马耀堂。那后来怎么办？然后他就跑了。你干嘛跑？你就说刚刚导演定了我是马耀堂，啊，等于你抢回来啊？是吗？我就听不得人家煽动我。这次走了，这伟哥不见了。于友，这儿，导演在这儿。好，行。导演，因为我看了刚刚确实不是说那个耀堂已经定了嘛，但是我觉得耀堂这个角色呢，他本身就是家里最小的，我觉得刚刚那位老师没有我更适合。我觉得他比大哥、二哥还要大，所以我觉得我还蛮适合，而且我觉得我跟莹莹很搭。行，这样你跟监制说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大。导演您觉得可以的？我觉得没什么问题。那我直接换好衣服。不，你这个你得过监制，这个你得过监制。但是你跟监制说，我跟导演说过了，导演说您这边 OK 没有找到他。话术，这就是话术。对，拱上去。学到知识了。老师，
老师，有个事儿我得跟您提前说一下，因为我们在比赛，然后可能特别需要您这个角色，可能，因为我刚刚已经向导演争取过了，然后导演说觉得没问题，理由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很适合这个角色，然后如果争取的话，就是我跟您说一下，没问题，没问题，抱歉，可以，我来就是配合你们的。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OK，没问题，你先休息，绽放，我来当绿叶。好，你先休息。还好我没有说年龄，不然我有点羞愧了。志伟哥，哎 ，hello。那通常我们去年我们都是用拍长剧的方法去拍嘛，对，所以拍到天亮还没拍完嘛。短剧不可能这样子啊。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对不对？所以呢，这一季是很想跟观众一起去了解短剧跟长剧拍摄的方法有什么不一样。我们按照短剧的那个节奏来，节奏和效果。其实它短剧的整体的拍摄方式跟长剧没什么太大区别，只不过就是因为它们周期短，所以可能我这条拍完过，拍完过，拍完过。啊，来，我们这次就把这些东西拍明白，就很好了嘛。好不好？好，来，好，现场走戏，走了。来，那我们现在走短剧节奏了啊，大家嗨起来啊！你竞争成功了，果然还是恩搭的 CP 呢，看起来就很有夫妻相。从来没有搭过，你记错人了，姐。哎，你搭的是谁？是那个甘望星。我俩还没搭过呢。你好像在这拍杂志，特别像在摆 pose。Could you be the one? Come on, baby. 來，兩位，你同大林，你兩個坐喺度。OK。父亲演员是您是吧？对。好嘞，来您坐这儿。好，律师。一般故事还怀着真心，怀着要举的骨肉。大哥，你们都是坐在后面不是餐桌的。对。那我就坐这儿，然后你在我旁边。我就这样的。大哥在这里很颓废，那大嫂在这边听。我觉得什么时候站起来给谁生气了，他要讲要站。对。你在这边，你相当于说他是一个比较跳脱是吧？对，是比较旁观的一个位置，他是相对比较局外人的一个状态。在这里。对，在这边是的。你是白搭的，在这里啊。来直拍了啊。好，来。真心女士一共持有32%。他一个人拿32%的股份，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咔。你记住啊，戏不在你，不要太大动作，啊，不要抢戏。你这后面在做太多事情在抢。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来看一下，我相信他们不会反对。他毫不关心钱分给谁，一心只想把活干好。他这个太大了，抢得太厉害了啊！你有理已经很好了，你还在抢，不要太大动作。好，来再来一遍，来，快！现在确定？內容就係咁噶啦。到。你忘？那我现在去。公布了。再来！他好不是你好啊，你起来干嘛？哦 ，sorry。我相信他们不会反对。可以了。来看一下律师的位置。停。来看。等一下，洪代理，你不要往后走。原位转。他们怕我挡到。没有，你挡不到你起来，原位站，原位转。对，这样就很好了。 OK， 明白。那决定这样子。
梁志天內容噶啦。到，公布。公布。马耀祖先生所持股份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一半归属真心女士，加上原有股份，真心女士一共持有32%。他一个人拿32%的股份，是不是有点太多了？耀祖刚走，你确定现在就要争吗？爸，这事你怎么看？真心怀着耀祖的骨肉，来看。前面唔使咁硬嘅，真心懷呢個沉醉個唔好嗌啊，即係穩重啲。哥，因为短剧拍摄的速度比较快，所以我就想很快拍完，然后过去那边。结果就是恩真怀着耀祖的骨肉。恩真怀着真心，真心怀着耀祖的骨肉。OK。唔係佢乾淨啲，乾淨一點。真心怀着耀祖的骨肉，公司交给他，就当为耀祖守住吧。來唔執 CP？ 起身同轉身慢翻啲，唔使急嘅。你用廣東話講字俾佢聽。公司交俾佢，就當幕耀祖守住啦。係啦，就係咁嘅樣咯，就係咁嘅樣。公司交俾佢，咪就係當咩啊 ？OK 嚟，起身慢啲，穩重啲就得噶啦，轉身嚇，一條過，一條過，沒壓力，好嘞，好來準備 ，Action！ 真心懷着耀祖的骨肉，公司交給他，就當為耀祖守住吧。OK，看。我覺得蠻有趣的，原來跟用廣東話去演是完全兩回事。用普通話去發揮，那個對我來說真的有點不容易，比較困難。但是起碼作為隊長，走現在第一天可以拿到一點點分，也是可以暫時過關。他不習慣用普通話來演戲，不是講廣東話，他馬上表情不一樣。剛剛收到那個消息，就是可以在那邊加了一個戲份。哦，搶角嘛。對啊，在那個我不是藥神那邊，你拍完我們一起過去唄。那你先過去吧，我也可以，我得2個小時，因為我有2場戲沒拍啊。這樣的話，我一會兒還可以問你怎麼搶。那我先換那個。好哥。我拍完了，我們可以回去了。是那個應該是副導演問過了，好。好，我們現在就要扇巴掌打戲了，一會兒。可以 OK， 好，那就下一場再。無論你怎麼搬弄是非都沒有用，從今天起，你要說這話咋說？你說一下我的情緒。就跟你一樣說，我覺得你比我牛，你的嗓門啥都比我大。你不知道就是有理不在聲高嗎？喊的人是因為心裡邊沒底。但是你講話其實我覺得中氣挺足，挺有你的範兒的。短劇上就這麼演，就這麼演，有些人氣勢還比你強呢。对，那么打就好了，就那麼打呀？拍着不假嗎？单位这个地方会 double 上的呀。俺们都嘎嘎真的。那你要拍短剧，你1个月被打多少次啊？脸干肿。对，脸都干肿。来，啊，你在这里。好。啊，如果余音看你说你没事吧？你没事吧？以后他就看着你，你就觉得你还好意思讲吗？好不好？原来是你。那个来吧，你对，观众还不知道你要爆发什么，所以他问他你还好吧？他也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子，所以就过去看他嘛。原来是你，都是你，是你。是你弄坏了我的鞋子，害我丢了孩子。是你，是你！大嫂，冷静点。就上去拿个包包，快打开，看。我就这样。看。就回到这里，大嫂。看。看清楚了吗？
大嫂，是我做的，但是我只是想敲打一下真心，谁知道他会把坏掉的鞋子给我遗传。抱歉，我会给你一个解释的。如果不是大嫂你天天想着针对我，又怎么会害得他失去孩子？哎，明明是你一直在跟我们叶家作对吧？叶家，你父亲叶先生把所有的材料以次充好的卖给我们马家，感受到短剧的这个矛盾点和冲突啊，就是节奏上面吧更紧凑，其次就是表演张力更大、更极致一些。不是你们马家的时候有什么？作为马家人，我就这样，对呀、有这个吗？以后既然你这样子做，我就当了那种压的这个场，我决定要这样，决心做这样。我作为马家的一员，当然要管。即便如此，你也不应该把一个坏掉的鞋子给孕妇穿。搬弄是非没有用啊。好啊，既然这样，我就在此宣布，从今天起，马家将永远解除和叶家一切合作。OK， 不这个好，可以，很好。去现场，走了。走吧。杀夫那场，然后现在就是你们两个互起杀心的戏。如果你只是出轨，我就原谅你了。但是现在你明知道那个高跟鞋有问题，你还给他。这个灯箱的变色就是你的极度的杀心的变化。因为他要让你死，所以你就让他死。短剧它需要的是爽感吗？就是快速的那种多巴胺分泌。为什么不喝？你跟马占红到底什么关系？你流产了，流产了，一个生命就这么没有了。好，对，咱们第一段就到这儿。好的。疼吗？不疼。好，来，我们准备吧。你唯一能爆发力量就是你在掐他的时候。好。 3、2、1，开始。一条生命就这么没了，没了！咔，全景已经过了，我们现在拍近景。你知道流产是什么意思吗？一个生命没有了，没有了！咔 ，OK， 好，可以。没事吧？没事儿。生态很顶，生态很顶。前半段过了，比我预想的要快很多，因为你们两个状态很好。我挺变态啊。你演变态挺合适的。戴眼镜的，色一点。反正就是这种变态挂的，你没发现你都挺合适。我们现在放在掐的那部分啊，因为他这样掐你的时候，其实有机会把你掐死。掐到你已经眼睛都红了，认不起的时候，怀孕了。这种都市啊、精英啊、复仇、白切黑、黑莲花，就是这个元素我都没有尝试过，相当于就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所以。那场戏又是整个戏的最后，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稍等我一下，感觉还得使劲掐，不然我脸没法红。我这使点劲。我不行的话，我肯定会说不行。你就拍我。对，好了，来准备，来开机。那是条生命啊！你不是想要人命吗？那就都别慌，都别慌！我还去。眼泪下。过了。导演拍到了吗？刚才那个，我喜欢刚刚那个。很过瘾的，演得很过瘾。这个真的很棒。我觉得演得非常好，眼泪该什么时候流，我觉得他掌控这个功能好。后来喘气、哭，然后变笑，我觉得这么年轻的演员他能够演到这样子，我觉得是真的很不错。他抓你想拿过去，呀，
有一点点的，然后哦，两下，对，就把它转转，不给他，还扔掉，不然人家不晓得你在做什么。好吧，明白试试看这个。好的。呀。行，好，行 ，OK， 好。男生没有了。好，然后你收工了这边。哎，好，来。杀青了，杀青快乐！杀青快乐，还给红包啊！他死了吗？我洗掉了。啊，很好啊，这场戏我觉得很不错。好彩有你呀，老師。可能短剧就我理解的张力会更大，然后更极致，可能过程会缩短，但是我觉得不影响它可以是细腻的好的表演。我等不到这个，救命！对，等会儿，我不擅长这个，对不起，来。他说他没拍过吻戏。就是一直在调频，我一直在控制自己，包括我的表情也是，就一直在控制自己。我就觉得我得找着那个频道，我刚才一直在调频。切，额白的，过去头转，尽量向右转，对，好，可以，好，行。有了 ，OK 了，可以了。他好紧张啊！我不行。我正儿八经就拍过一次吻戏，1次哦。厉害！我是纯情少女来的。丁贵守护成长，无限超越梦想。本节目由丁贵儿脐贴赞助播出。本节目由你的保险优选平台蚂蚁保独家冠名播出，不怕比的好保险就在蚂蚁保，专业做扫描，扫得更专业。本节目由扫描全能王指定赞助播出，又可又蒙圈，一口脉动，状态拉满。本节目由脉动赞助播出。告诉我，你的病不是真的，我不允许你生病。他这个病可以治啊，医药费也可以报啊。你不是买了好医保吗？人家就这么一个小病，让你给演成了绝症。不过癌症、心血管病，蚂蚁保好医保也能保。蚂蚁保好医保，大病小病都能保，医保报完还能报。可以报啊，可以报啊！回来了！哎，你太厉害了！耶！他已经跑了一个角色回来了，我们啥也没干呢。现在要早知道从上到这样情况下，咱们也上短剧跑一个现在。不是，但是你不敢保证这边什么时候会叫到你。而且他们那边拍得快，就他们那些串的拍完了，可能会来我们这抢角色了。先卷一下看看。张常林、黄毛都得选，都没选过，还有那个思慧都得选。可能需要一个牧师的那个发型，给糊糊的喷一下就行。晚上6个张常林，6个，太夸张了吧？对呀，那个汉文哥、朱孝天、殷凯，给我来个油头，稍微还有点钱，但骨子里是个骗子。张常林听上去这个角色是个坏人，很诱人的。今天一天很可能1分都没拿着。一块真呗。冠宇，你真什么呀？我不知道，我来看。哦，你们分已经很够了，你又来在这儿。对呀。不是，你到底是哪个班的？雪儿姐。雪儿姐200，她已经300了，他们现在已经。雪儿姐已经估计有300-400分。女主也是你们队的吧？女主也是他们队的。对啊。那我们第一个回合，我们真不做最后1名就行了。对呀，慢慢来。太卷了。是。坐下来吧，大家，这会是谁啊？哪个是神父？我是黄毛。来，黄毛站在那边。没有张常林吗？老师？
正常凝视，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走，不容许那么多人。马上走，现在走，被赶出来了。准备火锅的戏吧。程勇被假药贩子张长林威逼利诱后，在庆功火锅宴上宣布不再代购仿制药，令这帮抱团取暖的伙伴们十分失望，相继离去。一位黄毛，一位牧师，一位司会。这牧师什么性格？牧师他是一个胆儿比较小。我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所以我还是会劝他继续做这些善事。状态还挺像个牧师。我是中间那根纽带，平时里的那个性格稍微可能跋扈一点。你女儿是什么病啊？我女儿白血病，今天晚上我先把她安排睡着了，然后我跟大家吃火锅。黄毛就是比较重感情，然后一直都在团队里面默默付出。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也得了白血病。不觉得你病啊？不觉得你很病啊？他比你病啊？比普通人更红润这个脸怎么办？他们3个可以来一个互动即兴，3个人自己发挥一下。也可以离开一点剧情吧，也不一定。对，当然离开，当然是离开。不要都坐在这里。我要看的是人物的感觉和人物关系，好吧？苦难都是暂时的。神会给我钱吗？如果你的心是好的，能别瞎扯了吗？我想要药。这个反叛的王毛太疯狂了，这些真的都不够疯。对呀。我想活着。你怎么了？好 ，OK， 好。还有谁王毛？谁王毛？谁神父？等着吧，下一批药马上就进来了。发达了，这就是我一直所期盼的爱世人。铁柱。条一条可能会有反制。对呀，这都看到。你说我干这事儿，我闺女受影响，但是你在救命啊！你在救我们所有人的命。行了，不要说了，有什么用啊？你咋了？你在这瞎扯什么呢？他们真的是很难找到人物的基本的状态，就直接奔那个主题，他就不行动。你看站着就说话。好，够了，哎，换下一组，下一组，下一组进来。在干嘛？我没说清楚在干嘛。我也，咱们的规定情境没规定好。唉。又是一次即兴考，我又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我就在想，我们出来的时候，我说不可以这样，不能永远都是这样，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哎，还有谁王毛？谁王毛？谁神父？谁神父？谁王毛？过来。还有吗？没有就算了啊。哦，只有一个黄毛，你是神父吗？你是吗？我可以是。进去。再试一遍，你来，再试一遍你那个。来。你王毛是什么人呢？农村人。那现在什么情况啊？现在吃火锅。现在吃火锅。下一位。就是不用按照那个。你现在状态是什么状态？你是病入膏肓啦，还是什么？我以为现在场景是火锅。为什么你们老是记得场景？都给你看剧本就是这样意思。你呢，神父？我是一个神父，我觉得违反法律去救人，上帝会理解我的。他刚才说过了。这说过可以再说另外一个。我是一个女儿的妈妈，然后我女儿4岁。你们都在复述人家剧情里写的，没有用啊！说说你对人物的感知啊。然后我就是那种，很讨厌在外面展露情绪的人。那你跟你女儿什么关系？最主要是因为你工作为了你女儿吗？对，我想她活下去。
他几岁啊？4岁。你老公呢？没有老公。为什么没有老公？那天是发生什么事？他跟你说什么？那天是，我不想说。为什么？我丢。啊？他有别的女人了？我不想说。累吗？累吗？为什么那么累？我不想让，我觉得都不容易，我就应该让大家都开心。来吧，我们再换另外一段，让他们演一下吧。可以，好。这样吧，来，你们，你喝多了，非常疯狂的在跳舞。刚才，郑云老师不跟你说了吗？你永远都是压抑的，即便跳舞也是要赚那份钱。现在你就知道没有希望了，所以这是你的最好的朋友，非常疯狂的在跳舞，然后你也跟他一起跳，很绝望。然后你本来在祷告啊，为他们祝福，但最后你崩溃了。OK， 来吧。来吧，来吧，今天咱们就大家一起开心一点，跳起来！跳。哎，毛毛，唱一个，唱一个。你们都会跳舞啊，真的很厉害啊！不要跟人互动。对，哎，女儿只有4天就要死了哦，女儿只有4天的时间。互动啊？停，别跟人家互动。不需要互动，你有自己的那个内心的情境啊。要死啦！你这么年轻，永远就长出来啊，来开心的。对啊，就是靠演的啊！我要跳舞，我要发声，不行嘛，这个啊。你为什么不能这样演？你坐在这儿，你好，就跳起来了。那你得试一下吧。我不应该在你们手机。这个妈妈可以，这个也可以调。先讲，你过来了，过来了。我跳是吧？好，我跳。没有，不是跳。但是他是可怜一点的，这样穿，这感觉上很累啊。他不搭，我觉得不搭是对，就不搭，我不应该穿上这个是对的。是的，就我相信他有个女儿。那神父，你还是去你那个反派啊！你的张扬的态度跟昨天一模一样，不好意思啊，我们要改的。没关系。好，神父你进来。那位神父太慢了，开始人为什么老是很拖？王毛那个人打边炉，不懂。你过来。好，开拍就是这3个。好，来吧。好，可以拍。好。赶紧去那个短剧。不要耗在这，没有事了。明天白天来试那个群戏也可以有分。今天晚上去试，待会儿看看是几点，9点10点，我们问一下于冠宇，不用内耗，没有关系的，就不用看了，直接去那边看的，好吧？好，我们还有一个是开场的一个控诉吃完炸药的人，你明天才试。就明天给你们台词，谢谢。就明天啊，看你们啊，好，就这样啊。我现在看见振宇哥，我都不敢笑了。我也不敢笑，我也是啊。我现在觉得最害怕就是他。我也是，我现在也是。车来了。去哪？你可以多客串几个不同的服务员。拜拜，放心吧。平时没试戏，试拍这么多次，屡战屡败，从来没有这样子过。好有挫败感啊！真的很有挫败感，感觉自己是什么破演员，我真的。服务员没有什么要求吗？没有，服务员没有，服务员会端盘就行。哦，行。会抢就行，就是得抢，就是会抢，老是跪求。咱们一会儿5个就跪一排得了呗。可以啊。咱们一会儿先拍哪场啊？
人最多那个啊？对，宴会厅。宴会厅是要好看的，你们打扮的像名流一点，立马就直接上。我这气质不像吗？哪里有名模呀？都是那个土包子。你看我，珠光宝气，我勒个兜，好发脏，像不像主持？很像那个晚会的典礼的主持。我说天哪！其实，在拍短剧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对宴会厅有一个专属名词叫“死亡宴会厅”，因为意味着人特别多，就是切完这个切这个，切完这个切这个，就是在这个宴会厅上必然会发生很多事情。拍宴会厅很应激啊！我也是，一听到宴会厅3个字就知道完了，噩梦。嗨，老师，我来跑龙套了。我跪求一个龙套角色。你这个龙套有点太美了吧？归国白月光。对，因为我不想就是这个服务员一进来就是抢了其他人的光芒的感觉。我们说不定可以从你的这儿摇到这儿，再摇到哇，是个慈善晚宴啊！把你当成一个 level， 可以。谢谢老师，我当个前辈。但会不会剪掉不知道啊？没事，能挣分吗？老师，1分都没拿，在那边。大家都好艰难。你没觉得这一场戏人变多了吗？老师好 ，Hello， 好，我们想来争取个角色。哟，我没有抢到呢，我在长剧那边抢了一个小的。快来！老师，服务员来了。waiter， 超卷。哎呀，人家都穿成这样了，你又来了。是。没有那么多角色，你宾客啊，宾客演一对吧？哦，好，你俩坐着聊天，有角色了，太好了。这个适合卖蛋糕，这个适合那个请他通知他上。行，对吧？好的，老师，可以吧？可以，好的，啥都行。这现在不光是加戏、加词儿、加动作，还得加人物，还得加内心。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干就可以，只要不影响到别人就好了。老师，我之前看您演的角色，自己琢磨了一下，假想请您帮我看看，理解的是否正确。哦，太好了，做得真认真，都折边了。你以前发的电子文档整理的也很好。我习惯将重点标记好，用扫描全能网扫了下来，再给老师发过去的，阅读起来比纸质版的更加方便，更加高清。哇，真好哎！它这个不是普通拍照，普通拍照会有阴影模糊，边角还会变形，但扫描全能网会自动裁边，一键智能高清优化。平时我提交证件材料、办事、办公、学习都用它，特别好用。您看下面这些剧本就是我用它扫描下来的。哦，哇，真的很好哎！以前拍戏的时候笔记啊总弄丢，现在不管是剧本解读还是练字，都能存下来了。对，我其实已经养成这样交作业、做人物笔记的习惯了，都这么存，方便归档和提交。这习惯非常好，以后笔记扫了存好，都有记录了。谢谢老师。整个城市最装的人都坐在了今天的位置上，请你也装起来啊！你要想到你是哪个财团的贵公子啊，你是一个总裁啊。你好，有番茄吗？你是这个熬不饿着，我给你倒点水。下面有请马氏集团贾洛伊女士为大家带来第一件藏品，掌声有请。还有流产戏呢。哦，大嫂把她的鞋，二嫂的鞋给弄坏了，二嫂有意识把这坏掉的鞋借给三嫂来穿。对，好吧，够复杂。一双小红鞋的奇案，在我的理解当中，横屏给予的信息量更多，环境道具，然后竖屏呢，就观众看到的人像为主，这就是竖屏的魅力。但是他的情绪是特别有感染力的，晃。现在就是小孩走体态啊，他气息不匀，他晃。你看在中景里边，他就一直在那晃。等一下啊，那个余音就是你们是选美冠军，你不要在乎你的鞋，你此时此刻他在拍你的脸，
假装这个是拿着伊丽莎白几世的皇冠，好吧？好，明媚一点哦。哇，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东西在我的手上，所以这个脚不重要，重要的是人、脸、表情、魅力。又好一点了。摔出光区，然后再来转台下。啊，于英啊，哎，导演还开始的时候，你应该还在动。刚刚从地上起来的接一下戏，你已经静止了，是不好的。好。哎呀。啊，看不到他的眼睛。于英啊，哎，你得让观众看得到你的眼睛。好，我眼皮垂在哪儿？导演，没事吧？他好像没摔疼。就是你一定要是真的感受到疼，好，因为这高跟鞋一崴脚，首先你现在2个膝盖就已经被摔疯了。我有点按捺不住，我跟他说一句啊。我过来，你看就这个动作哈，碰傻懵滴答滴答2秒，怎么了？啊，这么多人，我老公，我怎么了？哎呦，我肚子疼。明白。他得有几个过程。好，环境，你们所有人都没有演环境，有好多人，满屋子的人，假设立刻去演这个结果，我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我现在有意识到，我在改了。导演，没事吧？肚子，我的心有问题。可以，都挺好的，可以，没问题。Don't worry, be happy 。挺好的。我们要有真实的感受和反应，并且用内心去带动表演。只有你有过程，观众才会共情，因为他会觉得说，哦，我甚至摔跤，我就是这样子的反应，而不是说看了，疼了，就是知道了这个事情的结果。我们需要用人和人的感受和交流去传达信息，就是不去演作状。姚冠宇挺好的，抱起来那一刹那，老师，我是带个吴天豪的那个劲儿挺好的。那是实在真的抱不动。我是吴天豪啊，我是吴天豪。对不起，吴天豪挺好的，请原谅我吧。头一次拍抱人抱这么多遍。过了。考我呢？拍大嫂前面。你看他在找状态，这是感受还不错。你的那个眼神多停给那个真心几秒，你从没有那么渴望看到他站在舞台上。好，就算虽然大家欢迎你，还是微微的从他慢慢的眼神移过来。你是从看着直接到 A， 直接到 B， 其实不是的 A， 你是跟着心里的事儿，这事儿怎么会这样？你把你心里的话跟自己说一遍，你的眼神就会跟着走了。好。下面有请马氏集团贾洛伊女士为大家带来第一件藏品，掌声有请。就长得不用懒的长，看笑话的长是。哇，今天这笑话大了，今天这太美了，今天你就是全场最棒的女主角。哇，我就可高兴看着你了。然后呢，再看啊，她上来了，这个鞋，这事儿有点大，我并没有想要让这个大肚子摔跤，但是这事儿，然后看着她就是哇，心里这个事儿不想啥来啥，突然想然后就觉得感觉好像是这事儿完蛋了那种，然后就这个女的害的，然后再看这就是属于那种前面的哇，太棒了，今天就要看你那什么，就是千万别，好的，知道吧？那种懒掌不要鼓啊。好。哎，这表情特别好，眼神也好，洋洋得意的。
他一过去，你的眼神就马上会有变化，让观众秒懂这事儿是你干的。可以，很好，完美，完美，很好，很好，很好，真的很好。不，谢谢老师，好爽。连内心戏，连表演什么，就是动作细节全讲一遍。对，超级细，好厉害，完全大师课，而且不是上的1级，基本是刘涛老师演一遍之后，他还要向我分析他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是为什么，心里在想什么。我觉得我很适合，就是这种学习方式，先从内心理解，再自然而然的去发散。我觉得我要注意一下我平时的仪态，可能我懒惯了。非常对，非常对，因为你每次就是看到你的时候，你都有点这样。好的，我会注意的。就是演员的舒展啊，肢体的舒展，身体的舒展，就是面貌啊。所以你走出来，人家说哇，你看人群之中为什么是他？他就是不一样。对，我们为什么要就是不对自己多提点要求呢？对吧？好的，老师。来，那几个人，哎，进来吧，我们排戏。就坐着，哎呀，我能有几个蒙太奇吗？可以，我知道，先弄一下他们吃饭的气氛。对，气氛啊，然后就是喝酒啊，他们会不会有人说啊，有人什么？生活场景，那聊起来。哎，再有钱你会能干什么？什么之类的，是吧？我给你把头发种上。就真的交流，它就会有东西出来。是，这是红茶呀。这是红茶，来走一遍，然后再热烈一点，别凉下去，一热就马上下菜。对，很生活的，别演啊，就聊。生活化啊，所有人不用演啊。好嘞，随便聊。哦，咱有了钱，干啥去？哎，动了呗。对，我想去三亚。对，给神。因为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你看，朱美姐一定要不要干什么的？你转过来好不好啊，姐姐？来 A 机摇下来。对。哎呀，来，你看刘畅可以。对，这个好。美杰啦，回来啦，美杰回来啦。看这样怎么了？打3下。我这辈子没看过海。你没看过海？我就想看看大海是啥样。那咱们就去三亚。朱美杰状态没什么那么猛，朱美杰你。好 cut， 朱美杰别加入比他们更豪爽好吗？那么江湖干嘛呢？